4.3新角色纳维亚、夏沃尔雷即将来袭，这4.2真是1秒钟都待不下去了。那我们把想要角色不歪玩到端辅，大家都明上。相信大家都很好奇这样为角色使用思路跟技能机制吧？本视频就为大家带来4.3两位新角色的前瞻分析，大家可以在弹幕上说说对他们的看法跟疑问。投币10经验，转发5经验，既可以提升你的等级，也可以让武教做出更好的内容。3点专注武教，后续人第一时间获取原神最强攻略。首先，纳维亚是太傅以来第3位演戏代言角色，好家伙，时隔666天，策划终于是想起了提尔特还有的演戏了。要知道，目前的演戏角色整体处境只能说惨的真实，不仅结晶反应对比其他元素反应激烈至极，而且作为属性特色之一的炎招更是突出一的不知所谓。特别火招、雷招、草招还有水招，哪都不是自带无敌还有反应优势。就炎招既有数量限制，又有血量限制，甚至连路边的小动物都得一下踩碎。同时，演戏已经这么惨了，策划还不忘特意针对一下，不仅在深渊里推出了专治演戏的川德通德段和60%演探的实验装置，还让须弥加枫丹两个大版本的主流玩法都直接到摊了演戏。你的演戏尚且如此，那演戏加大剑的组合就更是未来可期了。目前的深渊使用率中，你等和女仆2位演大剑即使加在一起也不到5%，主打就是一手冷下冷下冷。所以纳维亚这身元素加武器类型，等于就是天生劣势了。不过纳维亚虽然是演大剑，但在强度方面多半还是有一定保障的。首先以枫丹5星的整体设计思路，纳维亚大概率会继续贴合枫丹这个主打血量变动的增长体系，也就是能稳定喝到猎人套还有水神的汤，同时从4.0的动画中能看出纳维亚的冬季自带女仆同款的附魔特效，不出意外会是伤害输入型的主力角色，再加上演戏本身就自带特通拾取的结晶碎片，那么纳维亚就很有可能跟纳维莱特一样，能通过大招吸收战斗中的特殊掉落资源，来打出极为可观的爆发伤害。不过从之前的深奥甩出灵活大招就能看出，原神的断网动画有时比 PV 更加诈骗。这段断网中纳维亚的战斗表现可信度到底有几分，还值得商榷。同时断网中的这把武器八眼剑还是防御模组，如果纳维亚真的是吃防御属性，就会和女仆一斗完全撞车，而这可能性有点偏低。所以以目前枫丹的5星设计思路来看，纳维亚更有可能是吃生命或冬季属性的演戏输出。但以大小姐跟大家的交情，再加上这身刀、长筒靴和绝对领域，就算他的大招是得对加血，相信不少小伙伴也会直接抽爆，对吧？然后是火系紫毛帕姆、紫毛夏沃雷，虽然老米没有明确给出他的武器和星级，但从这个发风还有立绘精细度上，基本可以判定为4星。同时他的长冲上没有安装刺刀，而命座又叫做剑冲座。那武器方面直接撑到5名1星，大概率就是单手剑了。不过夏沃雷所属的特巡队还有把自噬武器东翼的仇爆，刚好伪名1星也能长枪，所以夏沃雷是长枪角色的概率也同样不小。而属性需求方面，参照这柄枫丹长枪，应该是和生命值以及元素充能有关。虽然是通将角色，但夏沃雷其实早就出现在了菲米尼还有莱奥斯利的角色语音之中。同时4.2夏洛蒂的角色评价也是由他亲自署名，或者说记者加警察的组合也是点中点了。而且这俩都穿了帕姆的衣服，还都姓夏，一看就会有不少对手戏。夏沃雷的技能虽然尚未动态，但是我们还是能从官方透露出的内容中短推一二。首先在夏沃雷死亡前，原神为数不多能助武精通的角色只有冬子和米塔。相比于远程转近战冬子，同为4星的米塔和夏沃雷定位更加类似。这么看来，夏沃雷的普通模组应该还是和他原本的武器类型有关。而战绩和大招则会跟米塔一样，直接拔出冲枪射击，并提供增益或者减益效果。如果要和米塔做出一定区分的话，则更有可能是通过大招提供断窗减防或持续断火能减益效果。总之，作为双武器角色，夏沃雷的动能性应该会非常丰富，而且他这一身显眼的紫红配色，还结合了安博、北斗、菲希尔的人设特征，一看就很会打超载反应，很大概率能适配雷神、长雷泽，还有这版本的赛少。不过众所周知，在火辅加佛反应这个赛道上，目前已经有2位天花板级别的4星了。如果夏沃雷的强度比不过他俩，基本上也只能稳住饮水机。不过夏沃雷这一身经典的军机风德，像极了隔壁的阿雷泰尔，如果真是4星，出一档收藏一的，也是绝对不推的。所以4.3版本你会抽他俩吗？感谢大家3点多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！